这只7个月大的德牧此刻都快幸福的晕倒了，因为训犬师仅用一条毛巾就让他找到了久违的快乐。一人一狗用力的角逐都让主人惊呆了，他没想到把自己咬到浑身是伤的狗子，竟被将训犬师不费吹灰之力就降服了。原来在广阔无垠的大山中生活着2只德牧，它们如同保护神般守护着这片土地。2只狗陪着退休的主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，就连将军都对他们田园般的生活羡慕不已。据女儿说，5岁的将军是买地皮时前主人附赠的，因为考虑到一人一狗的生活可能会无聊，他就把7个月大的玫瑰领养了回来。父女俩本以为平淡的日子会就此延续下去，但没想到玫瑰咬人事件却突然发生了。它会悄无声息地攻击女儿的脆弱部位，手腕似乎早已成为了她嘴中的玩具。玫瑰在出生3个月后就被带到了大山里，当时的她只要被抚摸就会反咬一口，没想到领养回来后一直也没改掉恶习，甚至有一次还把女儿咬到血流不止，这浑身上下伤口都是她肆无忌惮的罪证。兴许是贪玩的缘故，玫瑰咬住了扫地的扫帚，这意料之外的拔河游戏并没有让女儿有半点开心，反倒是玫瑰不经意间的啃咬让她疼痛不已，一旦兴奋的开关开启，她就没法轻易平静下来。她猜测可能是玫瑰想让她陪玩才会这么做的，因为她还是小奶狗时女儿就很宠爱她，但如今这沉重的回馈却让她难以承受。2只狗平时的散步基本上都由女儿负责，但疯起来就咬人的玫瑰却成为了绊脚石，一人一狗像在打自由搏击般互相角逐，最后还是以女儿身上留下累累伤痕而告终。然而令他们头疼的还不止玫瑰1只狗，将军也会时不时的对玫瑰搞偷袭，这导致后者看见将军靠近就会躲起来。女儿猜测这一切可能是将军的嫉妒心在作祟，因为玫瑰和他们玩球时他就会突然窜过来，兴许是从小在山中长大野性难驯的原因。将军在第一次见玫瑰时就种下了不友善的种子，但更严重的是将军不敢坐车的问题，因为自从他被领养后还从没做过检查。汽车在将军眼中似乎变成了洪水猛兽，他会奋力地逃离这个吃人的钢铁堡垒，即便2人累得大汗淋漓，将军也丝毫不配合，他就像一个想逃亲的新娘般义无反顾。父女俩到现在都不知道他的健康状况，如果散养的他体内有寄生虫那就糟糕了。2只德牧以不同的因缘相聚在这座大山里，他们早已成为了父女俩不可或缺的伙伴。在这与世隔绝的环境中，他们互相依靠，看来唯有将军才能让这块生态圈恢复和谐了。其实玫瑰的咬人问题以及将军的嫉妒心，如果放任不管只会愈演愈烈，就像之前节目中阿拉斯加欺负德牧一样，将军很可能也会发展成那样。因为父女俩没有养大型犬的经验，所以他们并不知道狗狗的成长是分周期的。7个月大的玫瑰可能还没有换牙，尖锐的乳牙会划破肌肤不容小觑，所以2名弟子一会儿在陪玩时要尽量注意些。当他们小心翼翼地来到现场后，保安队长将军就对他们一顿排查，但玫瑰却对客人没有丝毫的兴趣。2只德牧的问题似乎没有描述的那么恶劣。玫瑰趴在椅子下面自顾自地喝着水，父女俩也不知道他恶魔的一面什么时候才会出现，因为父亲退休后就来到大山里种植山参，狗狗也顺带着在这里放飞自我。前辈说其实只要带着玫瑰好好玩拖拽游戏，那它攀咬主人的情况可能就会消失。接着他拿出了零食想拉近和狗子的距离，但2只狗却完全不知道要坐下才能得到奖励。前辈继续用玩具不断挑衅着玫瑰，没想到将军却一个箭步上来压倒了后者，看来此刻他的嫉妒心已经达到了巅峰。至于将军从不敢坐车的问题，因为他长期在户外感染心丝虫病的概率很高，弟子们准备用特殊的方式帮他克服恐惧。他们把椅子和泡沫箱放在车门面前，然后大家依次上车，像做游戏般再下去，如此反复上下车可以勾起将军的兴趣。但当父亲想把他拉上去时，却还是失败了。没有气馁的众人继续做着这项游戏，没想到第2次他还是挣脱了脖套的束缚，这让他们不得不拿出更结实的绳索给他套上。这次虽然他很挣扎，却被前辈一个托举就送了上去。当第1次成功后，第2次就轻而易举了。没想到没有将训到场，徒弟们竟也解决了问题，这让父女俩顿时激动不已。看来之后去医院检查就不成问题了。回到演播室的2人自然也得到了师傅的表扬，剩下的玫瑰咬人问题就有待将训出马化解了。来到现场后，他询问了将军前主人的情况，父亲说因为他搬到城里没法再养他了，所以就把他留在了他的出生地，让他在大山里驰骋说不定是最好的选择。不过就在大家谈话期间，玫瑰开始原形毕露了。训犬师在观察一番后也给出了原因，狗子对女儿的行为就像是人类间的拉手，他想要的只是主人陪他玩而已，只不过尖锐的牙齿却让人吃不消。父亲还因此穿上了防咬必备物品，难怪他在采访时一直蓝色胶靴不离身。训犬师继续捡起树枝想吸引玫瑰的注意，牙痒难耐的狗子迅速就上钩了。将训开玩笑地说，德牧3个月前叫德牧，但3个月到3岁就变成了霸王龙，等3岁过后又会变成德牧，这个品种的调皮程度由此可见一斑。他们惊人的体力能从早上玩到晚上，而且还会经常咬自己喜欢的人。面对这点，将训又相应的给出了妙招，他说可以把毛巾拧成抹布陪他玩，这一下子就给老父亲迷得两眼放光。虽然女儿有跟网站上学习训狗知识，但显然现在看起来没有任何成效。就在玫瑰和主人玩耍时，将军又横空出现了。他说将军属于是这里的开山元老，
所以当他觉得玫瑰开玩笑过火时就会出手。这看起来是攻击的行为，其实是在教育他。这一切都出自于他对监护人的保护而已。江迅建议他们之后增加单独和玫瑰玩耍的时间，因为在这种情况下，玫瑰会默认将军是老大，所以长此以往，将军的控制欲可能会爆发。如果有陌生人来到这片山头，他虽然不会躁动，但实际上也会默默观察着环境，待时而动。就好比他们三人走动时，将军马上就跟了上来，并且还站在监护人和训犬师之间，这就是他在默默的警戒守护着监护人。江迅建议之后可以给他套上牵引绳后，再训练他坐下、趴下或慢慢走，在适当的管制下，将军的问题就会得到缓解。接着为了训练玫瑰，他们把将军先送了回去，剩下就是这只小德牧的专属娱乐时间了。他告诉女儿，如果狗子过来就要马上推开他。没想到江迅一个箭步给玫瑰吓了一跳，但惊讶随之就变成了开心爆发开来。一人一狗马上就进入到了娱乐状态，这一手直接就拿捏住了老父亲。他说在拒绝狗子时一定不能生气，坚定又果断的去格挡才是完美应对。接着现场的三人开始挑逗起了玫瑰，而女儿也即将进入到实战之中。江迅以身试法为他演示如何推搡对方，养德牧本身就要不怕脏不怕累才行，这样他们的精力才能得到释放。看来从今天起，女儿就要化身为女战士了，这样的硬核推搡才能敲响玫瑰的警钟。江迅就像名教练般不断指点着女格斗士，因为身弱之人是很难养好一只德牧的。在高强度的运动后，他掏出了零食给玫瑰，直到他听从坐下指令才能给他奖励。相信以后的咬人问题将不再是难题。训犬师继续就地取材，拿起椅子上的毛巾，他把毛巾拧好后拴在了牵引绳上。钓鱼佬终于要玩钓鱼游戏了，他肆意丢着毛巾，激发着玫瑰的好奇心。在愿者上钩之后，就要正式开始了。此时重点在于是江迅提出的玩耍，而非狗子。主导权在主人手中，才能彰显领导能力。当女儿接过绳子后，继续和玫瑰拔河。移动的毛巾远比固定不变的毛巾有意思，这样狗子才会慢慢对主人的胳膊和手失去兴趣。江迅继续捡起树枝，自制了跟斗狗棒。没想到游戏的升级让玫瑰更来劲了。此刻的他脚下生风，奋力追逐着目标，荷尔蒙的分泌让他彻底沦陷在这场游戏里。训犬师快速的吟唱咒语，想让玫瑰跟随，在他的一举一动间就轻松完成了对狗子的训练。玫瑰也明白了坐下才是继续玩耍的关键。在训犬师的指导下，女儿渐入佳境，玫瑰和主人间的默契值也在不断攀升。如果狗子想再次咬人的话，就马上格挡。几次训练下来，玫瑰就会明白主人的意思了。江迅让女儿拿着绳子一遍遍的来回跑，对德牧主人的基本训练就是体能的提升。没想到养狗还变成了一项运动。在停下来后，他手拿零食等着玫瑰的反应，直到他主动趴下后，这项训练才算成功。聪明的玫瑰也因此得到了众人的夸奖，相信之后他一定可以成为听话的安保队长的。老父亲过着田园般的生活，是无数人羡慕的日子。在这里，狗狗的陪伴往往比人类要靠谱得多，很多野生动物的驱逐都要靠这两位守护神了。从反馈视频来看，主人的陪玩业务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，而将军也克服了恐惧，欣然地坐上了汽车。相信这一家四口之后一定可以过上幸福的桃园生活的。其实今天的问题犬一部分原因是主人造成的，因为他们在不了解中型犬的情况下就把它带了回来，让狗狗适当的消耗精力和好好照顾它一样重要。好了，我们下期节目见。